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全球金融市场在进入本周后再度陷入了极度紧绷的恐慌堕态，最关键的导火线在于美伊之间的对峙局势依旧没有迎来任何实质性的和解。这场未完的地缘政治冲突迅速在外汇与债券市场掀起了一波毁灭性的海啸。就在上周，全球债市刚刚经历了一场极具破坏力的全面性抛售，而这一股恐慌的气流也毫无迟疑地蔓延到了亚洲市场。在法国巴黎银行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分析师向全球投资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亚洲债券与货币正处于二次崩盘的边缘。这波危机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短暂余波，更是各国财政赤字与经常账赤字双重恶化的必然结果。在这波海啸中，日元的命运与日本公债的殖利率走势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抉择。根据法巴研究团队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债券市场的剧烈动荡正在迫使亚洲各国政府做出极具代价的财政妥协。由于中东局势引发的石油冲击，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亚洲经济体造成了深重的负面影响。为了减少石油价格飙涨对国内经济与民生带来的剧烈阵痛，亚洲多国政府正被迫扩大财政支出，提供大额的能源补贴。然而，这项旨在稳定国内民生的支持政策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国财政赤字的急剧扩大。与此同时，由于进口能源成本的成倍增加，多数亚洲国家的经常账项目正在迅速恶化，呈现出资金持续外流的窘境。法巴研究报告强调，财政赤字扩大与经常账恶化的双重夹击，对亚洲各国债券的殖利率走势无疑是极其致命的利空。面对这场全球债市抛售潮，法巴研究团队指出，他们在过去2个月中一直坚定地在亚洲利率市场上持有支付利差以及收益率曲线陡峭化的操作偏好。在当前的市场恐慌环境下，法巴依然维持这项防守型的偏空配置。为了在市场动荡中寻求最佳的避险与套利空间，法巴在最新的交易组合中特别加入了一项针对韩元的1年、3年、10年期蝶式交易策略。这项精细的衍生性商品配置正是为了应对亚洲债市在面临能源冲击与财政恶化时，收益率曲线可能出现的非线性扭曲。华瑞认为，这显示出顶级外资投行在面对亚洲通膨与财政压力时，已经不再相信亚洲债券的避险属性，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看空与利差防守策略。而在这场亚洲债市与货币的集体风暴中，日本市场无疑正处于最危险的风暴眼中心。法巴指出，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已于本周一正式指示其内阁可员着手编纂一项全新的追加预算案。法巴预估，这项追加预算案的额度大约在3兆日元左右，其资金投向将会非常明确地聚焦于为国内的能源补贴提供融资支援。虽然日本政府试图通过这项追加预算案来缓解石油冲击对日本民众与企业的打击，但高市早苗内阁这种持续维持宽松财政立场的政策选择，将会给已经风雨飘摇的日本公债市场以及疲软不堪的日元汇率带来更加沉重的实体与心理压力。法巴指出，日本追加预算案所带来的3兆日元财政资金缺口，如果日本政府最终能够在财政年度内及时完成结算，那么这项预算缺口或许可以依靠超预期的税收增长来进行覆盖。然而，如果在时间上无法及时完成结算，那么这笔庞大的财政支出最终就必须完全依赖发行新的日本公债来提供融资。法巴认为，虽然以目前大约2兆至3兆日元的规模来看，这笔新增的发债额度在技术上确实可以通过提前发行短期公债来被市场逐步消化，但是在当前全球利率高企、日本财政纪律备受市场质疑的背景下，任何持续维持宽松财政甚至扩大债务融资的举措都会在市场上产生极其负面的信号。华瑞认为，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严重脱节正是导致日元面临2次崩盘危机的根本原因。当日本央行试图通过货币政策正常化来提振日元时，新一届内阁却在财政上继续维持宽松并扩大支出。这种财政上的不自律，在客观上将会抵消日本央行口头干预或实体干预汇市的努力。在没有财政收紧与结构性改革配合的前提下，任何试图扭转日元贬值的金融手段都可能在市场的无情套利下迅速失效，进而诱发日元汇率的2次崩溃。市场的实体反应也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法巴指出，近期日本公债的收益率正在以极其惊人的速度迅速飙升，而如果我们将时间拉长到过去1至2年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危险的微观金融现象。日本国内商业银行的放款与存款利率差正在呈现出持续收敛与变窄的趋势。华瑞认为，存款与放款利差的持续收窄将会直接重创日本国内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资本充足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日本公债殖利率狂飙的背后，日本本土金融机构不仅没有成为稳定的买盘，反而成了公债市场上的主要抛售者之一，进而加剧了日本债市的踩踏风险。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市场的所有焦点都已经死死锁定在即将召开的日本央行6月份货币政策会议上。法巴指出，这一次会议将会是一场关乎日本央行信誉与市场定价主导权的胶南决战。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男可能会在6月份会议上正式提出延后升息的温和提案，以防过快升息对尚未完全复苏的日本经济造成冲击。然而，法巴在最新研报中给出了一个颠覆共识的预测，这项延后升息的提案极有可能在6月份会议上面临历史性的否决。法巴指出，关键在于日本央行内部鹰派力量的迅速崛起。如果日本央行审议委员小芝女士在即将发表的演说中展现出与另一位资深鹰派委员相同的高度鹰派立场，那么整个决策委员会的权力平衡将会发生巨变。在6月份的政策会议上，一旦延后升息的提议被正式提出，反对延后升息、主张立即升息的反对票数极有可能会从过去的3票迅速增加到4票。法巴大胆预测，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反对总裁提议的委员人数甚至可能达到5名，这将会直接超过委员会的多数半数，从而推翻总裁的延后提案，强行触发日本央行的立即升息。为了应对这一历史性的政策大转折，法巴指出，他们在目前的交易组合中已经正式持有并建立了支付6月份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隔夜拆款利率交换的多头部位。这项专业的交易布局本质上就是在对赌日本央行在6月份政策会议上会因为委员会内部的鹰派政变而被迫提前升息。华瑞认为，外资投行之所以敢于在此刻高调对赌日本央行提前升息，是因为他们看穿了日元贬值对日本通膨带来的巨大反噬。在民怨与通膨高企的压力下，日本央行内部的决策官员已经很难再继续配合内阁执行毫无节制的财政与货币双宽松。与此同时，关于减少购买日本公债的具体路径也已经在债券市场参与者会议上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阶段。日本央行正在积极讨论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内逐步缩减公债购买规模的细节。法巴认为，对于2027财政年度的1月至3月期间，目前已经确定的每月大约2兆1000亿日元的公债购买规模，在实际上已经完全足够用来稳步的压缩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但是对于市场而言，这项公债缩减计划真正的考验在于必须立刻开始讨论并确立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长期合适规模。在决定缩减规模时，央行必须高度权衡市场的实际供需关系、市场流动性以及公债市场本身的价格发现功能。华瑞认为，日本央行缩减购买公债与提前升息的预期将会形成一场全球最大规模套利交易的资金大欠许。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无数资金以极低的成本介入日元，并将其兑换为美金去投资高收益资产。然而，一旦日本公债购买缩减，日本央行被迫在6月份强行升息，这场庞大的日元套利交易将被迫面临暴力平仓。套利资金在短时间内买回日元的平仓潮，虽然在理论上会推升日元，但在日本公债市场遭遇历史性抛售、日债殖利率失控的前提下，日本本土金融体系面临的系统性崩溃风险，反而可能引发资金对日本资产的恐慌性外逃，进而诱发日元的2次崩溃。在外汇与资产配置策略方面，法巴给出了非常清晰且具备极强操作性的方向。法巴研究报告显示，在当前石油冲击与经常创赤字恶化的大背景下，亚洲货币由于面临着远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更为深重的经常账打击，因此亚洲货币在未来的整体表现将会显著且持续的落后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在具体的交易操作上，法巴指出，在目前的总经环境下，最为理性的策略是执行相对价值交易。
具体而言，在短期内应当坚定地看多美金的避险表现，但在长线上则应当维持对美金的看空视角。华瑞认为，这种短期看多美金、长期看空美金的策略，精准地捕捉了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的矛盾本质。在短期内，由于中东地缘政治危机并未解决，美伊局势持续紧绷，避险资金为了寻求绝对的安全，必然会源源不断地涌入美金与美债，进而推高美金汇率。然而，在长期视角下，美国政府自身庞大的财政赤字以及全球去美金化的结构性趋势，又决定了美金的长期表值路径。对于套利交易者与资产配置者来说，在短期内切忌盲目的在日元低点进行无底线的抄底，而应当顺应外资投行的避险逻辑，将美金作为短期的防守型资产，并在适当的点位利用衍生性商品锁定日元汇率剧烈波动带来的利差收益。华瑞认为，亚洲债市的这场抛售狂潮与日元面临的二次崩盘危机，本质上是全球秩序重塑期、货币信用与财政纪律面临的一场世纪大考。过去各个政府依靠低利率与大发债来维持繁荣的旧模式，在石油冲击与高通膨的新常态下，已经彻底撞上了物理与金融的底线。法巴这份研报为我们揭示的，不仅仅是日本公债与日元的危机，更是全球资金正在加速逃离无纪律主权信用资权的警讯。对于投资人而言，无论是直接参与海外外汇与债券期货，还是布局台股相关的寿险、金融与出口导向型科技企业，我们都必须深刻内化法巴这份报告中所展示的债券陡峭化与亚洲货币落后大盘的底层逻辑。在充满黑天鹅的2026大航海时代中，唯有保持高度的总经警惕，谨守严格的资金配置纪律，并用结构化的衍生性商品进行风险隔离，才是我们能在这场世纪大风暴中安然度过，并最终锁定财富增值的唯一法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